我们就到旁边的偏殿，那偏殿就是供奉这个德川家族的然后它也是有这个僧人，就是里头一些包含净土宗里头的开宗祖又或者是一些他们里头的宗派里头的重要僧人都已经成神了。那我们就到偏殿去，没想到在偏殿里头小兰这次都感受到了。对啊，因为进偏殿之后，因为德川家康的那个神像嘛，就是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的形象。对，那我就多看了几眼，然后就突然觉得全身都有鸡皮疙瘩。没有错，这个就是典型的在偏殿里头，我更是麻到不行，因为我只能说他真的是把最好的位置留给自己了。对啊，欢迎来到男女诚实说。欢迎回到男女诚实说，我是培生，我是小兰。小兰我们这一趟呢去日本我们去参访了许多神社。那这里头呢，我有几个点我们特别有印象，对不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日本参拜神社的过程中有一些奇遇，那以及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走访这几个神社。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嘛，最喜欢什么？就喜欢拜拜。对，就喜欢拜拜。那我们拜拜通常会祈求什么呢？祈求很多嘛，有些是要这个诸事平安，有些想要祈求工作顺利发大财嘛。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网络上是有搜寻日本最强能量的，或是最强这个最多人求的神社嘛，或佛寺。那其中呢就有一个真上寺。当初为什么会找到它呢？在看那个拍东京铁塔的景点的时候看到的对，因为我想要拍东京铁塔，然后就会看附近的景点。所以就找到这个神社。对，那其实呢，真上寺它有个传说就很多人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叫真上嘛，它的真是增加的真，上是上下的上，所以就有一种增倍的感觉。所以就有些人说你来这里参拜的话，就会有这个2倍、3倍的好运所以呢，就有着成倍的这个福气和运气就到你身上来。所以也因此，有些人就是在这里祈求所谓的这个事业或是呢财运，希望可以成倍来嘛。很全面呢。对，非常全面。那这个真上寺其实呢，它是一间佛寺它本身呢是属于这个供奉你知道日本佛教嘛，就是有拜这个阿弥陀如来或者是这个药师佛如来就是如来佛有分很多种嘛。台湾最常佛拜的，你知道是哪一尊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知道它全名是什么吗？南无阿弥陀佛。对，南无阿弥陀佛是这个梵语，就是造请他的意思。那其实它就是阿弥陀如来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宰。那你知道，因为通常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你还记得三宝佛是哪三宝吗？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就是《西游记》里头把这个孙悟空压在五指山底下的那一位佛嘛。那还有吗？还能讲什么？药师佛是吗？对，药师佛祖也是东方这个总共西方三圣嘛。那药师佛祖是管理这个药师琉璃光世界的。那他主打就是什么？身体健康。对，健康，大家都去祈求药师佛就是身体健康或是你生病也会去拜。那我们今天拜这个阿弥陀如来呢，它是这个真上寺里面的主寺。其实日本的佛教里头分别就已经有衍生出所谓的7到8个宗别，它有些是慢慢没落。那其中台湾比较了解的就是所谓的禅宗。那你可能有听过的，像是有这个天台宗、真言宗、法华宗，还有这个净土宗。那这一次真上寺就是所谓的净土宗净土是什么？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呢，跟阿弥陀如来就很有相关的，他们也是属于净土宗总本山之一那真上寺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听起来。那其实它在更以前呢，其实就跟你知道日本江户时期是谁统治这个日本的？德川家康。不是，是将军统治日本。德川家康虽然他有统治过整个日本，但是他会过世嘛，那他还是要过继给德川家族的继承人。继承的就是什么？就是将军，所谓的幕府时期。对，你有没有喜欢日本？你看了很多大日剧都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因为我小时候每一部都看，然后一直都连不起来。连不起来，因为你没有特别去了解背后的脉络。对。那所谓的将军呢，他们你知道，日本其实对于这个宗教和政体是绑在一起的，是互相影响非常深。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所谓的生兵
兵制度，就是所谓的庙里头会养一些兵啊，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可是很好的战力啊。最有名的呢，就是有一些和尚啊，在当地可是具有大名左右等级的权势，因为呢，他能够动用所有信徒呢，去帮助某一位大名取得政权，所以也因此有些政治人物或是所谓的将军啊，或是贵族，他们会利用自己在这个宗教里头的声望，提高我自己在宗教里头的位阶，来达到统治目的啊。所以呢，德川家康啊，就跟这个竞争上司啊非常有关系了。这是他的其中一个对，因为他就是花了大量资金去赞助了，去扶持了这个宗教，然后扶持这个佛教这一派，然后并且呢，把这个真上寺啊重新的盖成了非常豪华的大庙。那同时他自己，我们那时候有看到偏殿嘛，在真上寺呢，总共有本殿和偏殿。偏殿所供奉的正是的德川家康，以及呢他的这个相关人物啊，那我详情我也忘记了。再来就是呢，真上寺我们现在讲的一些背景的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但是它本身呢，我们到现场去，我觉得啊，马上我是属于那种敏感体质的，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属于那种动不动就会卡一些脏东西啊，或是动不动就要去庙里头去净化的那种类型的人。但也可以感受到好的，对，可以感受到好的，但是我不具备所谓的我看不到，但是就是这个敏感体质很尴尬，就是我感受得到，我会觉得累，我会觉得能量很好，但是我看不到，我也没办法。就是跟你背后的那些灵体说话，我没有办法，我不具备这个神通，所以呢，在这么尴尬的情况下，我只具备了什么？我到当地可以感受一下这里能量好不好，就只有这样而已哦。那所以你们不用期待我可以讲出这个能量点啊，可以帮助你们什么？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这个真上寺里头啊，我到本殿的时候呢，马上就感受到那个庄严肃穆所带来的冲击，里头的能量非常强大，但是它不是那一种。会让你觉得哇压力大到受不了的能力，它的能量点呢本身呢，我觉得它可能是盖在一个某种风水或者是这种龙穴上的地理位置很好，对，有可能是宝地，因为毕竟有些庙嘛，因为这真上寺啊，日本的神社那个佛寺或神社都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通常会伴随着某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墓，像是在京都很有名的圣德太子墓啊，旁边就是一个寺庙，那像是我们如果今天有去浅草这个最有名的这个浅草观音寺，你旁边也会看到灵庙，所以通常都是绑在一块，所以有可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也许就是所谓的好墓地啊，那也许就是所谓的风水宝穴。这个林正一道长出来了，这个蜻蜓点水穴，一点再点啊，不会点在同一个地方，你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会不会太有年纪？是个啊，现在小朋友可能也没看过我们这个僵尸道长啊，他以前就是有讲过这个风水对于这个家族后代的发展会很有影响，所以呢，古时候的人就会很要求自己的死后身后要葬的地方一定要特别挑选过，尤其这种将军嘛。政治人物、历史人物总是希望自己政权可以有没有永远传下去，代永远传下去啊！所以确实选的好地方。他的德川家族统治日本非常久，可统治到几乎到后面是明治维新的，就已经到近代了啦。所以你就看从江户时期到近代都是德川家族在把持哦。然后有个说法说，他们现在在暗地里头也是有把持，有些财团啊、财阀商会啊，都跟德川家有关系。那也许就是有所谓的风水影响，就有这种故事出来。好，那我们回来，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什么特别氛围吗？因为你是属于完全麻瓜嘛，我完全麻瓜，我完全没感觉。对，在正殿的时候就比较像在台湾的寺庙，因为它有香的那个味道。没有错，那我们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台湾因为台湾是所谓的民俗信仰，所以是佛道混合比较多，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发现你去到这个拜佛祖的地方，可是要烧香，但是呢，在日本这个寺和神社是完全分开的哦。佛寺的话，就完全跟台湾所谓的这个法鼓山的寺庙，或者是台北这个什么寺，龙禅寺吗？对，龙禅寺，又或者是善导寺，对，善导寺也是个寺哦，别忘记善导寺它那整座建筑是大雄宝殿，所以它是佛寺。
那这种佛寺是属于比较庄严肃穆，不会呢要求你这个要烧香拜拜或祈愿，通常就是进去里头体验氛围，然后冥想打坐，或者是呢在里头啊参悟佛经，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安静的地方。那真上寺的本殿就是如此，所以各位如果要去参访的话，一定要记得要有礼貌。去佛寺的话，你要顶礼膜拜。所谓的顶礼是什么？就是你要这个手心向上，然后因为你可能不方便跪，他可能也没有这个位置。你可以在里头，就是你坐着或站着，就是顶礼，这个是佛教的规矩。那台湾就很熟悉，就是拜三拜嘛，对，虔诚拜三拜，钱包里面多几百，没有，不存在这样，那个是拜财神。对，他们那边也不能像神社这样排，对，不是不一样，佛教完全都不。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就简单就是用双手合十拜三拜，那这个就是最基础的礼貌。那这里面当然呢，一定要脱帽，也不要污言秽语，也不能拍照，不能拍照，它都会有贴这个标志。但我觉得重要是心里不要想着要许愿要干嘛，因为佛寺本身呢是一种比较严肃然后神圣的地方，它是带来这个信仰的中心啊。当然呢，如果你要求你要许愿是可以的，因为毕竟神明都是慈悲的嘛。可是我觉得你就是抱持着你去朝圣妈祖一样，你要抱持同样的心情到这些佛寺去。没错。那当时候因为你是没什么感觉，可是我自己在正殿里头有很强烈的感觉。我是基本上是整个右手臂到后脑勺都是在非常麻的状态。那我自己这个体质是，我只要到能量强的地方，好的能量呢，我通常是后脑麻；不好的能量我会头晕。然后有时候最严重你就看过嘛，就会想吐。然后甚至呢有时候是整个非常疲累，这个是不好的状况。好的话，很强烈的话呢，就会有那种剧烈的干呕。然后甚至就是麻到你会觉得哇，发生什么事了？有人在我后面开电流急急了。所以呢，我在当时候是觉得哇，真上寺这能量太强大了吧，这里地方不得了。但我反过来问小兰的时候呢，他是没什么感觉的。对，或者觉得蛮平静。对，没错。但是我们简单参拜之后呢，离开了真上寺啊，我们就到旁边的偏殿。那偏殿就是供奉这德川家族的然后它也是有这个僧人，就是里头一些包含净土宗里头的开宗祖啊，或者是一些他们里头的宗派里头的重要僧人啊，都已经成神了。那我们就到偏殿去，没想到在偏殿里头啊，小兰这次都感受到了。对啊，因为进偏殿之后，因为德川家康的那个神像嘛，就是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的形象。对，那我就多看了几眼，然后就突然觉得全身都有鸡皮疙瘩。没有错，这个就是典型的在偏殿里头，我更是麻到不行，因为我只能说话，他真的是把最好的位置留给自己了。各位有看过《咒术回战》的话，可能就理解所谓的这个咒力和灵力嘛。那里头就是有一个领域和结界，你穿过了那道门走进去，但凡你体质敏感一点，甚至你不敏感都可以有实际上的体质改变，会觉得氛围不一样。那就是所谓的他们里头的能量场非常的强大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一开始我真的觉得偏殿还好，因为真上寺很大。对，然后偏殿其实真的算比起来变很迷你。对，因为它空间小，但全部浓缩压缩在那个区域。然后再走进去就是鸡皮疙瘩的感觉。没有错，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别忘记拜完本殿，除了在门口拍东京铁塔合照之外，一定要去偏殿参拜，而且偏殿才有卖那些招财小物。对，然后我自己呢看了一下，为什么在偏殿卖？因为那里能量最强，它可以顺便加持。你基本上不太需要再去拿去庙里头加持，那里头卖的东西都有加持过，因为它本身具备能量场非常强大哦。那我自己呢，因为我们本身也不具备所谓沟通能力了嘛，所以我还是有再度拿去台湾的大庙，或者是呢，我有去问我会通灵的朋友，确认一下这些东西是否有能量在上面，也都得到正面的回应，都是有的。那也确实呢是可以得到祈福的效果。那来分享一下，如果你今天要到真上寺去买所谓的御守啊，买一些开运小物啊，那你要买哪一些，而且要祈求什么？针对哪些方向去祈求会最好？那真上寺呢本身啊，它能够帮助你，就是所谓的消灾解厄，还有所谓的圣运。因为它里头供奉的阿弥陀如来是黑本尊，黑本尊是什么？是比较古代的那一种神圣，因为它已经是神像，它是非常悠久历史的阿弥陀如来，所以啊，它本身带来的这个具备的意义呢，就非常多了，因为是从很远古到现在的一个信仰嘛。所以在当时候人们认为说啊，黑本尊这样的形象会带来你好运，帮你避开灾难。就是你知道黑色嘛，消灾解厄嘛。
然后重点是什么？是圣运。圣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当时候德川家康认为，就是真上寺他在这里供奉之后，和他打胜仗有非常大的关联，所以呢，圣就是打胜仗的胜，在所有事情上面呢，都可以让你克服，帮你披荆斩棘。那这个圣运呢，就可以帮你挑战一些难关，取得胜利。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考生，一定很你今天业务非常的吃紧，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正在开创某个事业的人，都非常适合来这里，你就可以祈求圣运。那如果你觉得我今年犯太岁啊，或者是我今年流年不顺啊，我看紫微斗数，我算命都说我不好，那你也可以来这里祈求阿弥陀如来保佑你啊，可以这一年平平安安消灾解厄。别忘记一定要去偏店，然后买完之后呢，再回到本店祈求阿弥陀如来帮你加持净化这个是一定要做的这也是一种礼貌。好，再来除了说可以供奉这个就是我们参拜黑本尊之外，他同时也可以祈求火神的这个庇佑因为在真上寺里头呢，他们有供奉的这个火神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祈求火神的庇佑毕竟那是日本的信仰，我自己不太清楚，好特别详细的介绍大家还是可以去这个官方网站。那刚才呢，我们讲过嘛，他们有这个圣运的东西，主要是来自于里头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叫圣君地藏菩萨。那当时是德川家康征服天下所持有的佛像，所以因此呢，他带着佛像在打仗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吗？日本以前古代的历史人物打仗都会很喜欢用这种，像最有名的这个毗沙门天，他是个军神。那他所代表的也是日本战国时期一位将军，用他的名字当称号，然后去打仗，然后他也得到军神的称号，所以用兵如神。对，那像是这个，不管是织田信长织田信长比较邪派一点，他叫第六天魔王，就是他是以魔王为自诩嘛。所以呢，他的下场是什么？被叛变了，被明智光秀杀死了。所以你就知道嘛，邪不胜正。所以最终你要知道什么？你如果想要打胜仗，还是要拿佛像或是拿一些正道的神自诩为魔王的话，下场可能相对没那么好。对，毕竟呢，在古代里头是相信所谓的正当性，所以他们会有这样传说故事。那我们那时候也是看到那边有卖了很多圣运的御守嘛，对，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张。没错。那除了买御守之外，还有你买的那个，我买的是一个小的招财猫，超可爱的。它是招财不倒翁黑猫娃娃，而且它是黑色的，很特别。没有错。那它是一个非常特别奇运小物，因为呢不倒嘛，打不倒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圣运因为你在披荆斩棘的过程中，你在克服难关的过程中，一定会无数次被打倒，但是你要无数次站起来，这是它的意涵啦。那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到那边买，你也可以去买一个真上寺阿弥陀如来的佛像的这个牌御守。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好。那如果你今天就是我觉得第一次来参拜，你想结缘，就拿一张那个佛牌回去嘛，它不算泰国佛牌它就是一个佛像。那你就带着一个佛像到这个本店去祈求阿弥陀如来可以保护你，可以保佑你。那你可以跟他祈愿记得跟台湾一样，如果你呢可以去聊一下，就是关于你想要怎么还愿这个也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做，就祈求保佑就好，那算是结缘。那如果呢你们有缘分的话，他就跟你回台湾了。到这里呢，大家就大致了解真上寺是一个怎样的寺庙。你知道这个台湾人嘛最喜欢什么？刚才讲的说拜拜都会求一些有关系的，我还觉得还是钱，就是财运呢。我看呢，卡谁啦？对，台湾人最喜欢去求财的，所以台湾的财神庙非常多。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去找了日本有名的财神庙，这一座神社叫做小网神社，红到不行。小网神社真的非常的红我们那时候，而且它位置其实老实讲也是蛮隐秘的，真的是要很特别去的地方才会去到那个地方。没有错。然后在里头参拜的不乏当地人，其实蛮多都是当地人，最主要都是上班族。因为我们是平日去的，也还是蛮多。不是说那种一大堆都是观光游客或台湾人、华人。老实讲，日本人求财可不少。对，所以呢，这一座小网神社呢，它是位于这个东京都内。这个我们是从日本桥，总之它是靠近银座区域，然后在这个小巷子里头，大家可以去 Google 啦，或者是你去 IG 上看，应该很多人在分享小网神社。应该不靠近银座，是另外一头另外就是我讲的是那个游乐艇上方，就是过日本桥之后，靠近这个日本桥的3月附近。对，
这一座小网神社呢，它的主事神呢，就是所谓的昌道魂神。昌道魂神是日文啊，其实就是所谓的稻荷大神，那就是所谓的土地神、农神，是掌管粮食丰收之神啊。你有看过日本很多那种动画，是不是都召唤狐狸式神？就是两只小狐狸啊，通常是2只啊，或是有1只嘛。有看《链锯人》里头是召唤一只大妖狐，把那个怪物吃掉，或是《火影忍者》里头9尾妖狐呢，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形象嘛。为什么他们对妖狐啊，或对狐狸啊这样的动物有那么大的这个强大的印象呢？就是因为他就是这位土地神的式神。他呢，通常啊，因为他的名字啊本身有谐音到这个狐狸，所以大家就把狐狸联想到这一位土地神身上。所以通常呢，大家都会当作看到狐狸在田里跑，就觉得是丰收的景象，会有一个预兆征兆。所以这个神社呢，就是供奉所谓稻荷大神。那说到稻荷大神，大家马上想到会是京都的福建稻荷大社，那它也是供奉同样的神明。那这个神社主祭神是稻荷大神，那供祭神有所谓的辩财天，那也就是所谓的财神爷啦。你知道他们有这个七福神嘛？那里面有一个就叫辩财天。小网神社呢，我们往回推它的历史啊，它是拥有500年以上历史的老神社，尤其在东京都内。那为什么它会有名呢？是因为它躲过一个非常大的劫难，就跟台湾很多灵庙啊、有名的庙会有名一样。像南投有一些庙里头躲过921大地震，又或者是金门有些庙是在823炮战的时候，有了一些传说嘛，说妈祖把炮弹捞走，会有这样的故事。那这个呢，他就躲过所谓的空京大空袭。东京大空袭，对，没有错，就是在2次世界大战里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引发美国报复嘛，所以他们就派了很多轰炸机。有看过电影《萤火虫之墓》，就会看到那个燃烧弹不是到处烧吗？直接在东京都里头肆虐，所以很多老庙啊、民宅啊、古迹啊都在那个时候烧没了。但这一座小网神社啊得以幸存，好厉害哦！所以也因此呢，很多人就视它为可以祈求平安除恶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所以在当时候啊，去这个出征的士兵啊，就是日本在2战时期嘛。他们很多在往这个向南东南亚进发，或者是往中国进发的士兵呢，都会来这里祈求我要能够打胜仗啊，我希望可以避免失败，所以来除恶。所以也因此呢，甚至传说有士兵因为到这里拿了玉手就全员生还，但那个年代里头会有很多传说故事嘛，这个也不可考了。总之呢，他就因此得名了，这个就强运除恶。所以很多人就来这里祈求，但是又没想到，不知道为什么几年之后呢，到现在就变成了除了这个强运除恶之外啊，求财呢是这里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了。因为那个打仗结束啦，就开始经济开始要蓬勃了，所以呢，东京都内的人民再也不求强运除恶了，要求财呀。对，尤其那边又是一个重要的商业都嘛，一个重镇。就是那个有了那个日本桥那边就很多商业中心嘛，所以很多人都来拜拜哦。好，那来这里拜呢，相信大家应该在 IG 看很多那洗钱的画面了吧？对，就是这间。当时候呢，我们也是因为在网络上滑到了，看到了，这里洗钱。那我自己作为体质呢，我去那边感应的时候是没有感受特别强的这个能量场，所以那也不算是一个能量景点，可是它确实是一个神明非常好的一个神社，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洗个钱，也可以去那边参拜啊。那参拜我看有些人会放一些小贡品，对，在那个神社的这个阶梯上，有清酒啊，然后什么都小小罐的，对，小小罐的，他们也是会奉献给这个神明享用的，跟台湾拜拜其实很接近，对啊，因为它是属于神道教敬仰，神道教信仰，所以就和台湾的道教或者是民俗信仰就很接近的。你知道日本的神道教是有800万神的，800万，就是意思是说无上限，他们很喜欢用800万。800万这个词什么意思？像你可以在路上看有一种那种卖水果卖蔬菜，就叫800万屋。800万的意思或800的意思就是多，卖很多东西的意思，这就是很多的意思。我这里什么都卖，所以叫800。
OK， 那这也是让大家参考，800万神就是他们有很多神哦，包含我们未来有机会也可以去参访的这种电工啊，拜什么的，拜3C 的，哎，好酷，他们还有那个剪头发的对，那个剪头发之神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他们把神的那个细分到每个项目都有专业的人，对，他都很像职人，对，职人精神也到这个神明的分类化这样。那所以呢，到这里很多人会到他们洗钱水上面洗钱，但他们参拜的方式就是跟日本我们常见的神道教神社一样，就是呢拍洗手完，然后鞠躬拍鞠躬，然后丢钱这样。那丢的钱呢，不用丢太多，就丢5块钱，叫结缘。那因为他们主要的收入都不是靠你捐钱奉纳的那个钱啊，都是旁边在卖你的御守。对。那些御守呢，确实你参拜的时候就可以参拜前先买好，买好再去参拜，一起带进去。对，然后再祈求呢，他能够帮你加持，神明可以帮你加持啊。那跟台湾习惯会怎样？会去过香炉，可那边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呢，你只要在那个神龛的面前，那个本身啊，他们是没有神尊的，没有神像，可是光那个神龛，他们叫御神体。那个能量就非常厉害，他们就会直接帮你加持，所以你直接向神龛祈愿是最直接的。那旁边的神像，因为台湾还是习惯拜神像，所以你还是可以就是拜一下，然后祈祷一下，祈福，就祈求他们保佑。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对着那个神龛，千万不可以有任何的那个杂念，也不要对着他有任何的那个不礼貌。好，你说想说有没有？对，因为那个房子形态的这个御神体，它就是神。通常有些人会，我记得印象中啊，有些御神体是剪刀，或是刀子，或是镜子。对，有很多看那个神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不同的这个形式会有不同的象征物，就有点像台湾在这个神像里头怎样入五宝，就是神尊里头你要开光前要入5宝，或入3宝、入7宝，那个宝呢就是所谓的御神体，就是让神灵降临之后呢，它神威得以彰显，但他们是整个神社都是。你进了鸟居，就很像你进了这咒术回战的领域里头，然后那里头呢，就是他掌管的，对，你就不能够在里头有任何不礼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在里面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那你不管求什么，他都不会帮你实现，把你踢出去。没有错，保持礼貌，并且用最虔诚的心向他们祈求。那你觉得你祈求完之后，目前到现在感受有这个得到事业加持吗？我相信一定会的。没有错啊，所以我们是买了很多这个御守分送给朋友们啊、家人们，放在一个工作御守，然后放在我的位置上。对，而且它御守其实都蛮漂亮的。其实以这个设计造型来看的话，单价都不便宜，但是呢，我觉得算是值得一买的，而且确实我请能通灵的朋友看过，他说上面能量也是不小，也不错，对，也是非常好的，是可以帮你强运的，但是没有指定说强财运，它其实也不只有财运的御守，它其实本身从过去到现在讲的叫做强运，只是后来衍生成这里可以洗钱，所以我们财运会变得很厉害。对，它其实还是有兼顾到很多。对，它其实是一个万能型的一个神明啦，所以来这里也不要只想着我要求财，它其实呢可以求很多事情哦。所以来这里结缘呢，别忘记啊。你可以呢保持虔诚，然后呢不管求什么都可以，但就是呢，用开心的心情跟他结缘，那他当然也会很开心的。最主要是什么？他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出去。第3间神社是我们这一次到日本住的附近的一个神社哦。那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这个大冢。大冢是过去这个巢鸭地区啊，所谓巢鸭地区就是包含池袋、东池袋、大冢，然后甚至到东边一点，就是它有个区域就称之为巢鸭，那是旧巢鸭的区域。那这一个神社就是旧巢鸭里头的这个天主神社。天主神社啊，就跟我们刚才介绍的小网神社一样，属于神道教敬的信仰。那他所供奉的就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相信大家应该有看过很多动画里头会出一个动画来，还是手游，对，或手游里头通常会有什么形象？有些卡通动画或是手游里头是一个拿着镜子的女孩，然后有些呢是这个拿着镜子8尺镜啊，是一个很威武的武将，他形象有很多种。总之，如果你好奇他的形象，你可以去找一下维基百科，他有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哦。那里头牵扯到人物又很多啊。总之呢，这个要讲太久了，我们先
跳过，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对，我也不打算深入，因为这个真的是跟宗教要解释太多事情了。如果哪一天呢，有哪个神明要我介绍，我再去那个好好研究一下。但在那之前，我们就现在讲天主神社。这个神社是位于这个商店街里头，而且其实我们从车站出来，大总站这是东京大总站，是山手线上的一个车站。没错，从你车站出来就会看到一个天主神社旧址，它是一个类似柱子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区域就是以前它的盖神社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往商店街就看到一个算是鸟居，一个巨大的鸟居，就是引导你进去参拜它。那你对天主神社有什么印象吗？我觉得就是很阳光，然后有一种纯白的感觉，就是它在我的当下的感受跟我现在回忆，它就是一个很明亮的地方。对，但你并没有感觉它的能量场怎么样，对不对？我没有特别的感觉。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天主神社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洁白造型的一个神社，它的鸟居甚至是白色的，不是常见那种红色鸟居哦。对，所以其实以日本的神道教信仰，我们常见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呢？可能妙方有这个想法吧，那我不太清楚所以没办法跟你解释。但是重点是什么？它是供奉太阳神，所以当时候我们穿过鸟居的时候，我们在商店街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比较4月的时候，还算有点冷。而且风蛮大，但是穿过鸟居之后就感受不到那个风了。对耶，所以里头你进入到这个天主神社的这个结界和领域之后呢，马上可以感受到就是属于这个阳光，它会让人感到一种和煦的感觉，不是所谓刺骨的，或者是肉会痛的剧烈的这种阳光，也不是会刺眼的那种。对，它就是一个温暖把你包覆住的感觉。所以这个天主神社的天照大神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神明。而且我可以完全感受到，他就是一位敬主神。什么叫敬主神呢？有听过吗？因为以前嘉义人嘛，你们嘉义区域应该会有很多那种庄头庄尾会有一个很大型的王爷庙，有听过。对，或者是妈祖庙。以南部呢，像屏东的话，就是这种镇海宫啊、东龙宫啊，它就是那个区域的靖主。靖主就是管理一片区域重要的神祇，通常是过去在那一块土地里头的一个土地神。那可能在过去信仰里头不知道他是谁，那会用某个形象呢，把它供奉起来，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一个信仰聚落，然后他就得到一个职权去管理那个区域，所以称之为靖主神。那当然，这种靖主神形成有很多种，也有那种是从天上指派下来的。但这一位这个天主神社，我不确定它是哪一种形式而产生，但它确实就是所谓的草鸭中心的信仰中心。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连结着过去现在的这个草鸭、西草鸭、大冢到池袋这一区块人们的信仰，所以它本身能量场是很巨大，但是内敛，所以这也是很少见。像台北的话，你去中和的这个烘炉地，它就是属于靖主神，它是整个山，就是整个南山福德宫嘛。南山的这个靖主神，所以它的那个能量场也非常强，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里面是非常热闹的，热闹且呢非常活力的一个状态，就很像一个老阿伯，但是呢身上有没有都充满肌肉啊，随时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毕竟要爬很多山才可以上去，而且南山福德宫的这个土地公爷爷啊。虽然很有活力，但他也是个严肃的哦，所以你不要刚开玩笑，他是严肃而且仁慈慈悲，然后愿意帮众生做很多事情的这种敬主神。那在这个天主神社天照大神啊，他就属于这个非常温和的感觉。我那时候进去，因为我没办法直接跟神明对话，我马上就觉得说这个地方不得了因为很少有这种安静、几乎没有人参拜情况底下，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丰沛的香火能量。通常我们去拜拜的时候，一定是那个庙很多香炉嘛，然后那个香一定要很旺盛，才会感到一种热浪。可是那边并没有香炉，但它却在这个大概气温10几度，然后外面风超大。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风很大，伞会被吹爆那种风。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台北在吹12级风、10级风的那个时候嘛，东京也在吹那个怪风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查4月10几号那边没有风，进去那个神社里头就是没有风。对，因为它那边有一点沙地，如果有风的话，那个沙子会一直吹。对，然后重点是什么？是它让你感觉到，就是你在里头被保护住了，会有那种安稳沉静下来的心情，所以它也在帮你沉淀。
这间神社给我感受跟我在真上寺主殿的感受一模一样，就是属于他们拥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不想要让你觉得我很难亲近，所以我让众生在进到我的领域里头的时候，可以得到我的庇佑的同时，也不会觉得被我这个吓到了，所以他们是很温柔的欢迎大家。天主神社除了供奉天照大神之外，它其实后面还有分别有供奉好几个小神社，对，2侧都有，没有错。所以它基本上是囊括了许多这个神在里头。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大冢站住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跟这一位天主神社的这个天照大神打声招呼。不管你是参拜也好，或者是你觉得说，哎呀，我最近过不顺，我想祈求旅途顺利，你第一站就去这里，先去跟他祈求，他一定会回应你的这个祈愿，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天照大神哦。没错。那下一座呢，也是我们那时候到台北的指南宫这个宝贝问下来，也是叫我们一定要去一趟的。这个呢就是台湾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一个著名景点了。这个在哪呢？就是明治神宫。很经典。但是不是明治神宫的本宫。我们要去的是明治神宫的另外一个小景点，叫清正井。清正井呢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能量景点。那相传它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战国武将，叫做加藤清正。那我知道你应该也不了解。那我们以前要玩这个魔兽信长都很喜欢玩它，它是一个会放骷髅墙的武将。那加藤清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将那据说呢，就是他修建的这一个井。那这个井后来呢，在日本的网友之间流传开，是因为很多人会去拍那个井的照片，并且设成桌布，然后据说呢就可以带来好运，然后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梦想。对，就跟之前那个什么美轮，对，美轮会招财一样。对，就是放那个艺人的照片会招财一样就有类似的功用。都市传说。对，但清正井的传说可不是这样而已据说你如果有机会到那一边去，对着井祈愿的话，愿望是会被实现的。而且呢，那边呢，据说呢，就是一个龙洞，它是一个龙脉的穿过的一个井，所以呢，本身能量场是非常强的。那时候我是 Google 想说要介绍什么景点的时候，就想说，那这个能量景点是不是可以去看看？然后就问了施主，他说，非常可以啊，这一定要去，这个点非常好。果不其然呢，我们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当下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作为一个能量景点，我觉得很特别非常特别。对，就因为我没看过井。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井口而已。然后我也很讶异，说很多人都会特别去那边要参观这个井。如果你今天要从明治神宫到清正井，是要额外再多付500块钱的这个维护金的，经过蛮长的小径。对，它是在御花园的后方，所以你要找一下那个路不然的话可能会迷失在这个花园里头。所以很多人可能因为要省那500块，或者是觉得反正它有点远，或者是不知道，对，有可能不知道。总之就不会特别去绕那个点。但很多外国人或是日本人都会去。那我是唯二的台湾人那一天可能也是一个周末我们是礼拜6去礼拜日去，就好像比较多欧美人士跟日本人自己去，对，可能就慢慢的就是有流传在他们之间。对，可能能量景点就这样一阵一阵的嘛。现在可能更想要换的是别的，换乌萨奇可能会更有能量这样。OK， 那清正井呢？我自己在当下到那个井的前方，因为它是一个算石头小径，然后你要从那个阶梯走下去之后，对着那个井口参拜嘛，基本上就是在那边拍个照片，把它设成桌布。你不能碰那个水啦，也不可以在那边乱吐痰，也不可以投钱进去，对，也不可以当许愿池都丢钱了，都不可以那是一个井。那个井本身呢，我没有感受到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清澈的一个井，所以井水呢是非常就是有一个凉凉的感觉啦，就没有什么特别能量感。但是我感受到非常强烈能量是在哪？是在井旁边的那条河，就是它在那个排队的那个区域的旁边有一个围栏的区域。我当下走过去的瞬间，我感觉我肚子被揍了2拳。我直接在那边狂干呕，所以旁边外国人看到我在那边想说我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以为你中毒了，对，以为我中暑之类的。那我必须讲，它能量非常强烈，完全就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神社，都属于非常收敛的、非常温和的，会让你不会觉得说哇，这个是能量景点很厉害。但是那个清正井
你过去他就是把你身上所有东西不干净的全部打出来，他就是给你来一套这个还我票票拳，他让你瞬间感受到这一条这个日本皇室的那个龙脉啊，它能量呢就是这么剧烈，那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我滚，就是他是在警告你体内如果有一些不干净的话，他就把你清掉，或是帮你强化。你可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神通，或是一个通灵的，你今天是来修行的人，我很推荐你们就去那边走一趟，去那边感受一下。那有些我后来是拍那个景，我有一样传给我通灵的朋友看，他说那个景他没什么感觉，那我就拍旁边的河，他说这个河很厉害，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能量场，好酷。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想要去体验能量景点的话，我会非常推荐你那个景你就是稍微拍个照留念就好了，但你去旁边绕一下，去找到那个让你瞬间头皮发麻或者是鸡皮疙瘩串满身的那种就是区域，那就绝对是可以久待的地方。你就是待一下，再待个5分钟啊，那体验一下什么叫被能量灌满的感觉。那个就是很多修行人会去山上嘛，或是去海边去寻找所谓的能量修行点。清正井就是最都市里头你最亲近的一个区域了，还算很好到的。对，没有错，可以了解为什么要在那边盖一个井，或者是在那边有一条河。因为那个河基本上水就是跟龙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是揣测它是龙脉，但我们毕竟不是专家，所以还是希望呢有这个了解的人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所以我们今天整理一下哈，如果你要这个财运加持要去哪？要去小网神社啊，没有错。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这个开疆辟土，你想要这个把我事业打开第3春、第4春，要去哪？要去真上寺，加强嘛。那如果你今天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呢，是希望可以认识当地的神，你就可以去这个类似天主神社的敬主神，或者是不管看你要去哪，如果去新宿，你有新宿的敬主神要去找哦，有缘分就会遇到，有些神明就小小的。你们住哪边就可以顺便去看看附近的神社，没有错啊。所以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在日本旅游的时候，除了去盖玉珠印，特别找一些灵山灵庙，你也可以在你居住的地方，从那些小小的当地居民们会去供奉的神社参访参拜，神明们都会很开心。尤其你想有朋自远方来，怎么样呢？不亦乐乎，没有错啊。所以呢，他们都很欢迎我们这些外国的旅客呢去参拜，也自然而然会给你更多的造福啊。最重要的是要结善缘，要干嘛？小兰要点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每个礼拜准时更新影片，期待我们下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可以再带来这些能量还有神社经验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拜拜。